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邵峰。联合国气候峰会直接变成火药味十足的对决现场，川普当着全世界的面炮轰气候变化是史上最大骗局，欧洲正因为这场绿能神话被拖垮。结果第二天，习近平立刻跳出来唱反调，高调宣称低碳转型是时代潮流。但最尴尬的不在国际舞台，而是在中南海内部，习近平死撑新三样神话，电动车、锂电池、太阳能，产能翻倍却卖不出去，光伏价格崩盘，企业裁员1/3。李强却在美国放话，中国不再要求特殊待遇，等于当场低头求和。一边是习近平孤注一掷要跟美国硬刚，一边是李强务实示弱，试图挽回经贸关系。同一个政权，两套说法，撕裂已经摆到台面上。今天我们就来拆解习近平的绿色演说到底演不演得住经济黑洞，李强与习近平唱不同调背后意味着什么，还有中共航母秀肌肉是实力还是纸老虎幻象。中共党魁习近平9月24号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发表视频讲话，提出了中共一项新的温室气体减排计划。习近平宣称，绿色低碳转型是时代潮流，尽管个别国家逆流而动，但国际社会应当把握正确方向。这话似乎针对美国总统川普而来。9月23号，川普在联合国发表演讲，批评气候变化是有史以来世界上发生过的最大骗局，欧洲国家因此背负起昂贵的能源成本。如果你们不摆脱这场绿色能源骗局，你们的国家将会失败。川普说，我爱欧洲，我爱欧洲人民，但我痛心地看到它因能源和移民而遭受破坏，这个双头怪兽摧毁其经过的一切。你们想要政治正确，但却在毁灭你们的传统。川普这一枪正中习近平的痛处，因为所谓新三样电动车、锂电池、太阳能产品是习近平最得意的政绩。中共官媒央视网9月12号的报道标题是中国新三样造福全世界。报道称2023年中国新三样产品出口首次突破10000亿元，2024年新三样产品出口继续保持良好态势，2025年上半年新三样产品出口同比增长 12.7%。 习近平自我吹嘘说，新三样是中国制造的新亮色。正是习近平所谓的新亮色造成了这些行业的严重内卷，由于产能过剩，企业之间展开了价格战，产品竞相降价，却依然卖不出去，企业开始亏损。由于生产线和模板已经布局，一旦停产就会被淘汰，企业宁可亏钱也要继续生产。习近平的新亮色成了经济的新拖累。7月1号，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第6次会议强调提出，要依法依规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吹响了反内卷号角。就拿光伏业来说，据行业协会数据显示，目前光伏产业链各环节年产能均超过1100 GW，2025年全球光伏市场乐观需求量仅约600 GW， 中国国内需求约250 GW， 供需严重失衡。硅料价格从2022年最高点的1吨30万元，大幅下降至2024年的1吨3.3万元。光伏组件也由最高时的每瓦2元跌至每瓦 0.6 元，亏损让企业不得不大幅瘦身。中国5大太阳能企业去年已经裁员近1/3。另据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宁德时代、比亚迪、中创新航等大厂2025年规划产能已达4800 GWh， 但市场需求仅100 GWh。 结果是什么？恶性内卷，亏损扩散，经济拖累。习近平的新亮色已经黯然失色。
在联合国会场上，习近平继续高调自吹，中国是清洁能源的主导制造商，中国是国际气候协议巴黎协定的捍卫者。习近平承诺扩大干净能源，还首次承诺在整个经济范围内减排，目标是到2035年，中国全经济范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比峰值下降7%至10%。然而，中共的目标令环保组织和其他方面感到失望，因为它没有具体说明峰值会是多少。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约占全球总排放量的1/3。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的老李·米利维尔塔说，这些目标几乎没有使中国未来的排放路径变得明确。可见，习近平宣布气候计划，中共自己根本无法做到，无非想用一种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替自己涂脂抹粉，带给中国的是产能过剩和恶性内卷，带给世界的是不公平贸易和世界经济秩序的混乱。然而，中南海内部似乎出现了不同于习近平的声音。中共总理李强主导的国务院希望缓和与美国的贸易关系。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在纽约一次会议上要求中资企业不要把内卷外化到美国市场。9月23号，王文涛与电子商务、制药、电信和汽车零部件等行业的10多家中国企业代表在纽约举行了会议。王文涛表示，中美双方经过多轮经贸磋商，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成果，有力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回稳。TIM 和西英等中国电商公司在美国以低价闻名，在川普政府取消了一项允许低价值商品免税进入美国的规定后，这一优势已被削弱。对于主导电商和外卖业务的中国科技平台来说，打折仍然是其国内商业策略的核心。在美国，一次外卖配送的费用可能轻易达到$10，而在中国，科技巨头们利用大幅折扣来吸引消费者，抢占市场份额。消费者只需花相当1美分的钱，就能让一杯饮料送到家门口。于文涛的表态与他的上司李强如出一辙。李强9月24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宣布，无论当前和未来，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中共不会寻求任何新的特殊和差别待遇。这等于向川普屈服，但也是比较务实和明智的态度。习近平对普京入侵乌克兰的支持已经激怒了欧盟，欧洲对大量涌入的中国廉价商品筑起关税高墙。如果再失去了美国市场，大量的过剩产能将会烂在中国生产厂家手里。如今，内卷已经成了让中共恐惧的新闻热词。恐惧让习近平选择了一条与川普对抗的道路。在中美贸易谈判中，习近平故技重施，妄图用尽可能少的让步，将美国拖入旷日持久的疲劳谈判。在习近平看来，中美是一场长期的斗争。习近平在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中已经失去了军权，在中美较量中，习近平却想用军事扩张壮大自己的声势。中共第3艘航母福建号正在进行正式服役前的准备演练。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在93大阅兵展示的歼 15T、歼35、空警6003型舰载机已经完成在福建号上的首次弹射起飞与着陆训练。中共央视随后公布相关画面，声称福建号未来打击范围将覆盖第2岛链，西太平洋战略格局或将因此重塑，也是对别有用心的分裂势力的最好震慑。中共官媒吹嘘说，福建号具备电磁弹射和回收能力，对推进中共海军转型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共海军正朝世界一流海军目标稳步前进。中共第3艘航母福建号正在完成服役前的准备，而中共第4艘航母正在建造之中。据悉，中国大连造船厂正在打造的第4艘航母可能会配备4个弹射器，采用了核子动力，这样的配置类似于美国福特级航母。然而，
对于第4艘航母的建造，中共军方的答复却是语焉不详。9月25号下午，在中共国防部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出中共是否在建造第4艘航母的问题。中共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回答说，他不掌握具体情况。在中共内部，习近平硬刚美国的路线越来越显得孤独，李强及其手下都表达了与美国缓和关系的愿望，就连中共军方对第4艘航母的建造也吞吞吐吐，显示中共正在四分五裂。中华民国官媒中央社9月25号报道，法新社前总编辑董尼德新书《幻象帝国》最近在台湾出版。董尼德是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曾撰写过多部有关中国的书籍，包括《中国大掠夺》《西藏生与死》等。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曾以纸老虎贬低美国，而董尼德在《幻象帝国》中说，如今纸老虎更适合形容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中共和平而强大的假象已破灭，中共大外宣机器失灵，西方和亚洲终于觉醒。董尼德说，过去数十年，中共通过大外宣把自己塑造成愿为和平努力的经济强国。美国当年与中共建交及帮助中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以为可以促使中共走向民主及开放，但世界都被中共愚弄了。专制政权非常擅长利用民主政权的弱点，中共不但没有走向民主及开放，还愈来愈走向专制及集权。中共在地缘政治上咄咄逼人，导致一些亚洲国家与中国对立。如今，中国的经济奇迹破灭，经济增长率降至数十年来最低，年轻人失业率创新高，相信实际情况比官方公布的更差。董尼德认为，西方国家天真的以为中共与俄罗斯只是互惠互利及有共同目标，而非真正的联盟。但现在中俄所做的都显示他们是军事联盟。西方国家慢慢意识到，他们要面对的不只是中共或俄罗斯，而是这两个大国想重塑国际新秩序。不过，中俄并非没有弱点，他们都面临国内经济及社会危机。眼下，新时代的大饥荒正在中国盛行，这个年轻人就业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近期一些柳州博主发布的捡菜视频也引发了广泛关注。从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视频来看，这些前往菜市场捡菜的年轻人大多在晚上9、10点左右行动。在大陆北方最大的蔬果批发基地北京新发地交易市场，也有类似的年轻人蹲守在一些长途运输水果的大挂车一旁等候捡食。多家党媒宣称，捡菜在年轻人中已然演变为一种兼具实用性与社交性的新生活方式。然而，事件不断发酵，中共可能意识到年轻人在菜市场捡菜反映了当下的经济窘境。不少相关视频内容正被平台陆续下架。连拥有32.5万粉丝的城市极限生存博主旺财也未能幸免。中共还急忙叫停并督促商贩及时清理不要的蔬菜。与此同时，据路透社9月24号报道，4位了解讨论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G7成员国和欧盟正在考虑设定价格下限，以促进稀土生产，并对部分中国出口产品征税，以刺激稀土投资。稀土是一种难以提取的金属元素，对于手机、汽车和高科技武器等产品的制造至关重要。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稀土生产国。今年4月，为报复美国征收的关税，中国对稀土材料及相关磁铁实施出口管制。G7成员国包括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欧盟为非正式成员。为了应对安全风险， G7 领导人于6月启动了一项关键矿产行动计划。9月初，技术团队在芝加哥举行了会议。一位消息人士在谈及芝加哥会议时表示，谈判的核心在于
是否要提高对关键材料领域外国投资的监管门槛，以避免企业转向中国。正如董尼德所说，中共的强大是一个幻象，其内部已经是千疮百孔。习近平与美国的对抗只会加速中共的灭亡。观众朋友，从新三样内卷到航母幻象，从李强的低头到习近平的孤注一掷，我们看到的不是所谓大国崛起，而是一个纸老虎政权的加速瓦解。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